好，中选会公布哈，因为现在要罢免了，罢免也有说明会了，就以前政见说明会了哈。7月16号开始，各县市陆续登场啊。台北市5个选区集中在18号一天给人办完了，新北市呢16号一天办完了，桃园市21号，台中市20号啊，同时在 YouTube 都直播啊。那另外呢，这个云林丁学忠说因为呢立法院开议，所以呢不能去，没有时间去给你参加你的说明会，所以呢只有罢免案的领衔人自己讲为什么罢免。这里他讲完，你要讲为什么不能罢免我，你们随便讲。台东黄建斌跟罢他的领衔人同意了，不办说明会了，不必讲了。说明会干什么？没用的。不管了，反正就是行礼如仪要办嘛，法律规定要办嘛。那现在国民党估呢说4+2是危险名单，台北2个徐巧芯、王宏威，新北叶元之、牛许婷，桃园的牛许婷，台东的黄建斌跟新北的廖先祥，就这2个比较没有那么危险，但是还是危险，但这4个比较危险所以叫4+2那叶元之今天被他这个以前那个助理的遗孀来说你这个没有照顾他好，然后呢，今天叶元之在路口宣讲的时候呢，被罢免之者辱骂说你是共匪而且还出手打他，你看出手不过叶元之早上我看了，经过蛮有风度的，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因为他老太太，你说老太太我尊重你那另外呢，这个大罢免现在太激情了，所以呢，国民党说被打然后呢，这个罢团也说被蓝营支持者殴打，反正你打我打你，你骂我骂你，看起来是这样，双方都不爽了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新北719反罢免，说呢有走路工，一人领500块动员公庙这个投正投，这是新北市议员这个李议员说的，新北市党部就反驳说呢恶意抹黑乱讲说我们今天都没什么钱了，还什么一人给500块，哪有这种事情？所以呢，今天下午要按铃控告这个李议员说那由洪孟凯新北市的罗志强，还有呢新北市主委黄志雄到新北地方警察署按铃提告，说呢要遏制这种造谣的风气看一下。罢免叶元之，罢免叶元之。各位乡亲各位朋友，不同意罢免台湾现在充满了对立，少数政客关掉，仇恨，少数政客。我没有说你可以录我。拜托大家，去年选举结束，但是有人散布仇恨，造成社会对立。拜托大家，我尊重你是长辈了但是大家互相尊重了，好不好？知道怎么回事？这昨天上午对不对？昨天上午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我在站路口啦，然后一个就是阿嬷就走来嘛，我以为他是要跟我讲话，我还下去。后来他说你们国民党怎样啦？你们都是亲大陆啦。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没有，台湾出生，台湾长大。你共匪啦。我说听到共匪，我说好，那阿嬷那就不用跟他讲了嘛。我就继续站路口，因为我站路口的目的不是跟他吵架嘛，我们是要宣传反罢免。然后后来他就当然我看到他有拍打我啦，但是因为他不是殴打我，所以我也没有刻意去炒作这个事情。不过旁边有一个女生就对我的助理就比较用力，她把我助理手机整个拍到地上。然后我只是感觉到就是现在真的大罢免快到了，我们社会那种仇恨的氛围就是越来越严重。像我是因为一直被评估是危险名单。就是最近民进党不是有一个什么举籍名单，就真的有我，因为我很明显感受到，上个礼拜5林右昌带队要来罢免我，然后隔天苏巧慧带队要来罢免我，然后再隔一天黄捷带队要来罢免我。那他们带队罢免都是会散布仇恨嘛，因为罢免是要把一个人拉下来，一定要讲他很烂。那像黄捷就造谣，他都说我都没去立法院开会，然后后来我去看那个质询的资料，我126次质询。黄捷才54次，他都不到我的一半，但他可以造谣我不到立法院不到立法院我怎么质询？而且次数还比你多，所以就是一直在散布。你讲这些都没有用这些都没有用。跟你讲继续。就是说你不要跟他斗嘴，我也没有斗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会一直散布仇恨，一直散布仇恨。那仇恨的结果就是社会无止境的对立。以前应该也不会遇到有人在走过来呛你，或者是要动手，现在就会有。
然后昨天其实我也有去警察局提告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昨天有人 Google 我的服务处，然后居然我的服务处的名字被改成726罢免叶元之，然后我们把它改回来，他要再改回来，然后我都想说可以这样子吗？就是说现在奥博这么多。以前选举的时候也不会，因为选举如果对手这样子的支持者这样弄，他也会受伤。现在因为没有对手，所以他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帮你泼粪。那这个我有去告了，然后所以我们真的感觉到这个罢免很撕裂台湾，所以我也就是跟大家讲，我就是说，你其实这个不同意的罢免票，你是为台湾的前途投啦，要继续撕裂吗？还是你是希望说台湾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平静？就是说，回到民主的正常轨道，选完了大家就好好做事，而不是选完了要二轮战，然后散布仇恨，就是要把一个在位置上拉下来。其实这个对民主是很大的伤害。主持人，我要接元之的话啊，为什么我不得不讲呢？我的灵感来自你，啊，因为现在元之很老实啊，就照道理讲，这救不了他。但是我为什么我的灵感来自你呢？因为你2天前帮徐小新站台。那你有一个很动人的话，就说再爱我一次，那一句话打动你了，打动我了，因为我晓得你是基督徒，你讲的爱我一次，跟男女的爱情大概也无关，但是毕竟基督徒常喜欢讲说爱是永无止息啦。所以当初如果我选叶元之的话，我是爱叶元之，但是我不是选完他我就不爱他了。这个爱是没有止息，直到任期届满嘛。所以你在讲说你们再爱徐小新一次，就是说你上爱了一次，后来没有了啊，现在有人不爱他要害他了，你再说你再爱他一次，我觉得这个用语是有一点欠妥当，算我咬文嚼字啊，应该是说现在徐小新危险了。他们要害他，本来不支持他的人，反过头来要害他。请大家，原来爱他的人，原来我知道你们继续在爱他，但是再表白一次，再表白，不是再爱一次哦。但是呢，我为什么我开始关心徐小新呢？因为当初徐小新当选以后，其实很多人还取笑我，因为我一度讲说徐小新30多岁这么认真，日夜用功。这个如果继续下去，将来当总统都可以的。我的深绿的朋友一天到晚笑我这个，你看收心的徐小新这个样子，你不后悔你当初讲的话吗？所以呢，我就第一个，我今天要分3、4点，很快，我不占你太多时间。第一点，我问我的深绿朋友，到底你们讨厌徐小新什么？他讲到徐小新都咬牙切齿哦，就天下第一丑恶的说他们想了一下说，比中指。还有呢，穿睡衣去立法院。我说先生啊，我的朋友都70几岁、80几岁，我说你又不是老人家在选媳妇或者孙媳妇，如果他要你做你的准媳妇的话，那也许比中指不恰当。但是作为立法委员，这个只是不雅而已，影响到这个吗？那我就问他说，那徐小新有没有卖台？他没有，愣了一下，他讲不出来。然后就说，他跟着傅昆萁跑他是傅昆萁的小弟啊，小妹啊，傅昆萁教的什么他去干了，他就讲这种讲法那我说好，那这是我的深绿的朋友，就是恨他，就是没有无厘头的，就是说他非下来不可。那我们现在在讲，那徐小新有没有亲中买台？徐小新我刚刚要来的时候，我去翻所有这个曹新成跟徐小新的对干。曹新说这是一个女妖，那我们民团里头没有人敢带头去领衔讨伐他，所以我这个老道只好下山亲自做徐小新的领衔人所以他们就对干一下。我们如果检讨一下曹新成跟徐小新跟中共政府过去的关系，这个曹新成这个屈指难数他跟中共的关系这个和江泽民见过面一大堆又放弃国籍，又去新加坡又怎么样一大堆。我觉得徐小新不管你怎么讨厌他，徐小新跟老共的关系相对是非常干净的，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偏偏说徐小新就是亲中卖台，还是亲中卖台。
那我就检讨说，为什么这个绿营啊，尤其是这个民团啊，这么非去之而后快？我觉得还是回想啊，还是他们看出徐小新这个人有潜力是。对了，你讲的比我干脆，就人超所值啊。这个人是人家说物超所值，这个是人超所值，但是他的值，徐小新的值，你绿营呢是把它看成负值，蓝营是看他正值。对绿营有威胁嘛？对，所以对绿营来讲，这个人不去掉啊，将来顺着发展，然后他修正一下他令人讨厌的地方。徐小新在什么地方令人讨厌？就见佛杀佛，对不对？见猫杀猫，就是阿萨利嘛，就是蜜獾。其实他当选以后那么努力，我私底下有劝他3次。我劝他3次就说你哪些地方改一改，哪些地方改一下。他说大佬，我不是不知道，我听你的话去改，我声量下去了。他就是有一点急功近利嘛。他刚刚上任1年，你这么在乎声量干嘛？所以呢，他如果修正一下，他前途未可限量。我今天讲这些话，我这个礼拜六跟我的老朋友喝咖啡，我又被他们笑了，你知道吗？他们又说徐小新这款查某你是在挺下。但是我晓得徐小新令人有意见的，就从初选开始就跟你的好朋友费鸿泰有过节嘛，而且老费，我跟你讲，这个黄伟汉，我要把你拉进来了。黄伟汉不止1次跟我讲，他说如果老费愿意出来站台1次，为徐小新只有1次，徐小新就安全了。但是我私底下，老费也常常载我回家，我就跟他提过这个。他说他连说不要都不讲，他就是不愿 touch 这个女人的名字。你看到这种程度，所以你愿意出来站台，因为你是老费的好朋友啊，非常好的朋友啊。但是你出来听他站台，而且就说你也不会去说服老费，你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出来是比较解决问题的简单的办法，但是这个都没有用了，太慢了，因为要投票了。像叶元之这么老实的人讲那些正面的话，要怎么样都没有用了。我觉得两边的首恶，我们假面两边都是可恶的。那这边的首恶是徐小新嘛，这边的首恶是曹新成嘛。你徐小新，你出来就把2个人，如果都是首善也好，首恶也好，比较一下。2个人过去，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我徐小新堂堂正正，我哪一点有做比你更多的坏事？就是就针对徐小新比曹新成，何况曹新成现在连总统的任性委员会的顾问都不干了，这其中有没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事情啊？徐小新相对有没有这些事情啊？徐小新就说妈做被鬼鬼啊摆安那样，这有你糗，说香没有点好也在贵，那都是小事情嘛。徐小新的曹新成，徐小新不干，我们帮忙他干，这好好比一下，真的是见不得人的民团，见不得人的这个民进党，就是为了把掉输掉不干不干，搞这些民党啊！你看我每次我跟叶元之在同台的机会很多啊，我每次都很花精神，除了美女少看，我都看着叶元之到底他可恶在哪里？你觉得叶元之可恶吗？我跟你讲，这很奇怪，他们就是叶元之、徐小新还有李喜婷，这可些都年轻都是深蓝都是国民党都是将来他们如果一路努力下去的话，对他们建国立国的障碍是很大的。大家不要忘掉民团后面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开始的主导的力量是基督长老教会是什么？是独派是独派，是深绿你知道吗？他们是借此这个机会，要彻底的洗涤，杂质都去掉，杂质通通去掉。尤其年轻有为有前途的杂质通通去掉。问题的重点在这里要讲这个就是他基本上把国民党，你们都是国民党没有年轻的嘛，对不对？那现在有这些年轻的表现还不错的，通通干掉，就是他的目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说绿是发动全台总攻，前后20-30个国民党委员被罢
那国民党说这种消波块状，就是点当。那蓝营说1席都不能少，你现在什么4+2、6+2，一席都不能少。所以呢，王宏威说首战即终战，什么意思？726是首战，第一波；823是第二战。所以呢，第一波就要挡住，第一波挡不住就麻烦了。所以第一波的726的时候就要挡住，让你这个一席都不少，一个都罢不掉。什么这个危险那个危险啊？那尤一农是说蓝营必须要推出支持蓝营的，要起码有5%的投票率，蓝营才会赢。这个难度是很高的，这难度是非常高的哦。因为以前是有总统选举啊，什么其他的选举，才把立委的选举拉高一点。如果没有总统的选举，只有立委的选举，6%投票率就不错了。哦，那你现在罢免，理论上罢免大家更觉得没意思。你看南投那个罢免那个民进党议员，投票率是3%多，全部加起来罢跟不罢才3%。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我根本反对罢免嘛，那我根本去罢免人家呢，就不去了嘛。哦，那所以呢，要把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第一个是很热情的，第二个，民进党因为现在在灌输他们，就说他们都是中共代言人，所以打他们就是打共匪，这有些人听得进去，而且民进党教育非常成功。那另外呢，就是蓝营很多人也觉得说，我去罢什么呢？哦，不太想去罢哦，所以各种理由加起来。所以民进党可以推出8%、9%投票率是可以推出来的，那国民党要推成5%、5%、6%不容易哦，但是一定要，所以他现在就比投票率嘛，这也很好笑。现在不是比说你这个委员好啊不好啊什么，这不重要了，投票率要不要来投，讲太多都没用哦。那到底尤一农这个调查了哈，到了今天晚上12点后就不能发表任何民调了啊，就要罚钱了。今天最后一天12点以前，大罢免是不是存亡之战？哦，认为37.54%，53%说啊没有那么严重哦。那另外呢，赖清德这个跟大罢免同行，赖清德到底大家同不同意赖清德？不赞成的他44.5%，赞成他的12.9%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就骂了，说大罢免叫做反共护台哦，到底是不是哦？那这个认为说好，一个是国民党毁宪乱政，应该罢免，同意的41%，不同意的48%。那这个是不是罢掉他们就反共护台了？认为有帮助的36.4%，没有帮助53.1%哦。好吧，就是你现在做所有的民调都看得出来哦，反对罢免的是赞成罢免的都多很多，但是问题是投票率加起来就不一样了。你要不要去跟不去就有差哦。所以呢，你看这边民调都不同意多哦，没帮助的多，但是这只是民调，只是坐在家里接电话而已啊，跟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现在就讲说，关键还是投票率啦，哦，双方都认为是投票率了哈。好，我们看一下2票都同意，新竹重开机。回到故乡新竹，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亲自率队要罢蓝白的高虹安与郑正前。柯建铭柯总召大罢免发动10组，柯总召催统一票，但全国罢免最新民调显示，赞成有41%，不赞成有48%。如果明天就要投票，24个罢免区赞成维持40%，不赞成增加至5%，只是同意票投票率高达90%，不同意只有6.5%，这显示绿营支持者都会出门投票。大罢免已经升级为新，大罢免是要拯救国家的最后的安全啊，所以大罢免一定大成功。民进党团秘书长林右昌在花莲扫街，要炒高这区的罢免热度，因为网络温度计统计排名，傅崐萁声量排名第1，依序徐小新、王宏威、李彦秀、叶元之、牛许婷，北市5位蓝营立委都在榜上。我们都是民进党的眼中钉，也是重点打击对象。我觉得把声量拉高，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胜负的关键不在声量，而在于跟地方密切跟扎实的互动。台湾议题研究中心也有声量统计，这份徐小新排名第1，依序傅崐萁、王宏威、罗志强，和前一份民调对比，没了牛许婷，反而多了洪孟凯。大罢免攸关夏慧琪的立院版图，封关前夕，蓝绿激战区显而易见。好，淑慧，这个其实从大概3月开始到现在民调显示，一直不支持罢免的人，一直是大于这个支持罢免人，几乎各家民调都是这样，只是这个差距幅度越来越大了。之前大概是4比3，现在已经拉到了5比3了
那之前政大选情中心有一个民调叫政党认同度啊，政党认同度之前是蓝加白加起来才29，那民进党31，就是蓝加白都不敌民进党，29比31。可是你看哦，对罢免不认同的是高达54%，这代表什么呢？25%，他是中间选民，他不认同蓝跟白，可是他也不认同罢免。这个民进党自己要想想看哦。可是认同罢免的只有38%，认同民进党有31%，这代表什么呢？其实认同罢免的人几乎就是民进党的，没有什么中间选民，差不多高度重叠，38%的认同罢免，31%的认同民进党，高度重叠。可是认同蓝白的只有28%，不认同罢免的高达54%，这代表什么？中间选民高度的也不认同罢免，所以民进党自己要想想看，你一直说你与公民同行，可是到最后公民高度的不认同罢免，社会上高达50%的人都不认同罢免，所以你们掀起这一场大罢免，到最后真的有得到社会的认同吗？没有，社会上50%的选民是不认同罢免的，所以到最后乱了半年以后，民进党得到民心了吗？没有。所以现在蓝白最重要的是，除了提高蓝白自己的投票率以外，我们要如何激起中间的选民，愿意为这一场恶霸走出家门，去投下不同意票，告诉民进党，我们不是在支持国民党立委，我们是告诉民进党，我们不同意你们发起这一场恶霸。赖永平，说真的我本来还没有到第3阶段我去协助一些这个国民党的立委不管是他们那个反恶霸的中小厂就是不是那个大厂或者是到市场去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觉得说基层的蓝营选民可能很冷漠。可是我去参加这个场呢，我的感受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各位要晓得，像我们这种20几年那个选举每役必参加的时候，你真正到那种大选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选举动员，大家那种走过场的心态真的很强。好，所以呢，你看到现场画虾啦什么的，可是你会感觉到那个诉求不是很有力。可是这次完全不是。这次我跑了，我从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到上礼拜，我连续跑了好多场，大概是那种200-300人的场。第一个现场的人呢，屏息的专注听，这已经是我20年来呢很少发生的。除了我自己第一次参选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新人，人家就很认真想要知道我是谁。以后没有那种全场的比拼，然后呢，大家对于民进党所激起的社会乱象的那个愤怒跟仇恨的程度呢，我觉得也强度也超乎我自己的想象。那我今天跟上个礼拜呢，都特别跑到大家说比较绿的那个中山区去帮王宏威跑市场那个大罢免，我都已经做了那种大罢免的人来骂我们，或者是对我们这个呛虾，或者是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就一个都没有。不但一个都没有呢，我去到呢，大家都是那种很远就冲过来跟我握手，说：“哎呀，我们一定要去吧。”我说：“那你们都知道726吗？”知道，一定要去。今天早上我还碰到一个老太太，她说：“怎样啦，一点也去的啦，我哪是不去几万块都不啊啦，我够丢啦，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们也反映了另外一个危机我是真的在这节目提醒，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因为现在其实回到了你们自己的主场国民党的立委真的是有主场的。第一个，这个不用 banking 啊。第二个呢，现在真正要对抗民进党的技术性的，真的我觉得很糟糕的犯规是什么？他们不发投票通知单。今天很多我碰到好几个都很焦虑，说怎么搞的？726要投票了还得多投票通知单没有拿到。问题是，我去参加这些场，他们才知道中选会竟然讲说，有的2天前才要寄。你2天前寄，你如果寄不到你的信箱怎么办？
所以现在叶元之在这里，我真的拜托国民党要做一个统一的宣传，跟这些所有的基层讲，你没有拿到投票通知单，你只要带身份证跟印章，你一定可以投。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去哪里投啊？大部分是跟以往我们投票的地方，但是不一定，因为现在有一些民间的地方，这次不愿意借给罢免的那个作为投票场所，所以呢，你要上网路去查一下。那现在呢，譬如说我今天有赶快反映给王宏威的干部，我说，你们这个事情很严重，他说有，他们现在是希望透过里长呢，赶快透过领长去告诉他们去哪里投票啊。问题是有一些民进党的，那他们也可能不一定会愿意配合你，因为他们可能有另外的管道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次中选会犯规的地方问题太多太大了。拜托你，如果今天真的要搞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你起码要照规定来，不然真的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要受全民最大的谴责。徐小姐回来。赖清德最近只要出手，好像都有争议，他那个什么团结10讲，讲到第4讲、5讲、6讲就不讲了，他5讲呢，我原来也找好学者了，他讲完我第2天就开记者会，来跟他讨论嘛，就教，结果呢，高雄市治会安排好了，他要去讲临时他取消了，说是因为救灾，高雄市治会没有取消，后面看板还是赖清德要去讲我本来以为狮子会因为怕风雨啊，狮子会的会员不能，会长不能来，就不是，人家都还召开那个会。然后接着呢，这个上礼拜6我在台中，对不对？他们大团队在台中水安宫办活动，他们1000人，我们上万人然后呢，赖清德那天本来要到台中市商会去讲，也取消了，所以要看风灾。结果他在一区说他只来2次3次啊，他每天在那边看风灾啊，而且去还跟他吵架。你是总统，你又是台南市长做过，你去灾民讲什么抱怨，你就听好记下来，请幕僚去帮他解决，就是能解决尽量帮他解决。你跟他争新民会呢，你跟他争什么呢？所以没说我手机不通，奇怪了，郭国文手机都通啊。郭国文手机也只有2格啦，这2格很多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啦，断断续续，2格你手机看不懂吗？都要4格5格，2格叫什么通呢？还有变什么？他是中华电信，他是远传，他是台湾大哥大。然后那居民还说，你就给我们那个行动基地台啊，行动这不行，行动这不当然可以了，办演唱会都行动基地台啊，怎么不行呢？没有救灾通讯车他有好几十辆专业通讯车，你拿1辆调1辆出来也可以嘛。就是我基本上我说你的个性嘛，就是个性要去吵，你有什么好吵的？这是什么？你跟灾民吵什么东西呢？叫你说国军呢，我们爬不上去啊！你国军要演习啊，国军要打共匪啊，自己爬我们家具啊太重搬不动不行，国军进去会有争议，就不能进去。你自己当过台南市长，当过行政长，以前你都要国军去啊，怎么当了总统就不行了？万浩演习不能改变科目吗？今天演习就是救灾，这2天大家好去救灾，因为情况改变，打仗之后随时情况会变所以呢，这跟灾民都要争。你跟灾民已经很可怜，跟他争什么？台南很可怜，你知道吗？莲藕田，我看那个他们照过照片，全部毁了。莲藕农1年就收那1次啊，文旦掉满地啊，白柚掉满地啊，这很惨了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不是这个何不食肉糜呢？到底是怎么样呢？那说呢，那这都不是重点嘛。郭国文说乡亲民党集体跳槽，意思说中华电信他们都要换中华电信，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嘛。所以林涛说总统还发个新闻稿，赖清德回来讲说他们都误会我了，爆出乱断证据，发新闻稿，新闻稿也是这样写的你看那个新闻稿这位大哥真的农民，你稍等一下，你等一下郭国文都会塞有啊。这总统府的新闻稿有那跟你干嘛？你去吵这个什么意思？他没有，他的手机就是不通嘛，不骗你，这边会骗你吗？你就设法帮他通嘛，然后又说没电那个黄伟哲说总统来就有电总统走了就没电这奇怪的到底怎么回事
那另外呢，这个蔡英文当时装甲车到灾区去，赖清德说国军不能救灾哦，那到底是怎样嘛？哦，说党内其实对赖清德团结实讲哦，无限延后，还没有讲说一定什么时候，说其实党内是松口气的，说还好哦。所以呢，你现在就为了大罢免嘛，拢是为了大罢免啦，抹民倒灰哦，总统去看灾，你就好好看灾嘛。我们看一下。这位大哥来，你稍等来，过国文会使啊。就是这句话让总统又惹意了。说话的当下是灾民陈情，台风走后多日，在七股的将军渔港周边，人没水没电，手机也没网络讯号。你假使哪会当用基地台来，哦，有你3点钟嘛好，4点钟嘛好，一寡老大人，伊若艰苦袂听，嘛我当联络啊。你稍等者。火速要求消防署长说明，但或许就是接下来的对话让总统搞不清楚。拄则手机会通呢？无呢，阮拢袂通，阮这嘛无水、无电、无网络，拢无啊。中华电信会通啦，中华电信。啊，远传嘛无啊，台科大嘛拢无啊。就在署长跟灾民僵持不下之时，总统也好奇谁对谁错。看看郭志辉、黄伟哲等人都拿起自己手机找讯号，这当然也包括总统旁边的郭国文。过国文会使啊。啊。有啊。我这拢会通呢。嗯。这一句郭国文可以啊，让总统又挨批，逼得府方还原全文，强调总统没有呛灾民。当事人郭国文也说明为何独中华电信有讯号。中华电信是采取地下电缆的方式，而另外2家公司呢是台湾大哥大，还有包括远传也好，都是走电线方式。当电线倒的时候，这个通讯系统自然就断了。好，老沈。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啊，只对了一半。你说这个都是个性，那赖清德的个性是怎么样呢？赖清德的个性在这一方面以前的表现是很好啊，他做过很多官啊，做过院长啊，做过市长啊，路见不平或是路见有难，他的表现可歌可泣啊，非常好啊，表现非常好，而且非常周到，非常亲切，大家都鼓掌。那这一次灾情怎么会这样呢？那也是个性吗？一个人有2种这样的个性吗？有2个不同的赖清德吗？我的结论是这样。不要挑战他，不是，对不对？你挑战他就生气嘛。赖清德在路上看到有人病了，有人昏倒了，这个事没有人挑战我，这个是我可以掌控的。对啊。而且他很快晓得这是我的场啊，我要尽量表现的比我能够表现的还要更好。所以没代志，没代志。这个灾情严重的地方，他去了。我跟你说，那个陈清飞要讲话啊，简短一点。我得住在隔壁啊，你讲他对的，讲他对，讲他这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回应啊，说这个手机郭国文的可以，这些跟我刚才讲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冲着我来的，被挑战。这个对我是有挑衅的，这个是要考验我的，所以它的本性是有2个层次，这个是比较低层的，就是要 defend myself， 就是要防卫我自己的，噗就照出来啊，就不好看了。我觉得是这样啊。你有没有2种性格？我5种，很多不这种当过首长的人哦，你们也都当过民意代表，像这种遇到灾，一定会有人跟你反映，或者平常有人陈情嘛。我能解决，我帮你解决；我不能解决，一定想办法。我设法以后来解决，你就一句话嘛。他的个性在台南市议会就240天不去，有这样的首长吗？然后呢，这个立法院蓝白比较大，就把你们这罢掉哦，也不跟你们妥协，他谈都不用谈，罢免把你罢掉哦，这好吧，那就算了。这政治上，灾民已经嗷嗷待哺，那水深火热，你说灾民有一点同理心嘛？灾民要跟他争，啪给一背，国军没使去领导。哦，然后呢，这个一电话个拢有啊，开你无？你这到底要干嘛？儿子，对，而且我觉得他很奇怪。其实他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他有被挑战。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是叫署长来回答嘛。啊，那署长就说，哦，这总统很重视，我们调了几台的这个基地台，然后中华电信有通。理论上来讲，你赖清德应该知道，我们台湾有3家主要电信公司嘛，有远传跟台科大。那照道理来讲，他听到署长这样回答，就会说没有啊。问题是还有另外2家，会不会另外2家没通？
啊，结果他没有这样子讲，他就是一直跟詹明说啊，就有啊，谁有啊？啊，郭国文也有啊，那郭国文也是中华电信啊，你讲郭国文有到底要干嘛？啊，不然郭国文手机留下来嘛，开热点给人家用啊。所以他就第一个就是说，他回答方式是没有要帮人家解决问题，然后第二个是，通常总统去是要了解有一些中阶官员有没有欺上瞒下，譬如说跟总统讲说问题解决，但实际没解决。那詹明已经这样跟他讲，他居然站在官员那边，然后没有去听詹明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看灾是非常失败。因为2件事情他都没有做到，第一个了解灾民的需要，调资源帮解决；第二个是了解官员有没有欺上瞒下，他都没做到。那他到底是去干嘛的，就不懂了。耍官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已经被羁押313天了啊。今天出庭还面带微笑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检方第4次声押他这个所以今天要开羁押庭啊，北检要开庭了哈，说7月底以前会做出裁定。现在7月15号还到7月底哈，我们那个法律程序真的很慢啊，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这个检察官要申请这个羁押这个柯文哲的时候，法院是裁不羁押的。后来检察官一再要求，那法官要问检察官，那你到底要押到什么时候？检察官说要到证人结辩完毕，证人彼此结辩完毕，那就赶快就是赶快他们结辩啊。那为什么不结辩呢？那你这拖，所以上次他那个副市长这个太太很不幸这个跳楼，我就看说上次是1个月以前的开一次庭啊，那些人关在里面一个月。你不能稍微密集一点开庭吗？这个是重大社会瞩目的案子，这跟一般的小案子，人在外面的时候，有时候很久搞一次了，2-3个月开一次，2-3个月，因为法院压力也很大，我也知道法律案子也很多，我每次到法院去看，哇，这个一庭密密麻麻的。但是因为那是人在外面，所以你可以3个月开一次，表示我有动，3个月开始压在里面，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赶快吗？那就这样拖时间，把那拖死了所以呢，这个。金华城12月4号要辩论这个案子了，所以柯文哲交保时间恐怕落在9月底10月初意思这个意思，讲反正拖了那沈庆金所以是有2亿人保被打枪法官说呢，身份要隐匿，不管是谁，身份都要隐匿。柯文哲就拿麦克风酸说镜新闻在，还有什么秘密就酸镜新闻了就是说每次你们都叫我说当事人侦查不公开不要去讲连金兄都登出来了，所以柯文哲很气。所以他有什么秘密呢？明天你检察官就告诉他了有什么秘密呢？那柯文哲说呢，纳粹杀600万犹太人，这是检察官杀人，好不好？以色列跟德国要来抗议了。柯文哲说呢，你要压我一个人就好了，你不压他别人干嘛？压我一个就好了，我是这个你们认为的主嫌呢然后今天还传了都发局前专员叫张丽丽出庭作证，那张丽丽低头低调，不愿意受访那黄国昌说呢，检察官跟法官联手都沦为司法的工具说呢，检察官违法滥权，私德败坏也可以升官很多都办这种大案了以后呢，立刻就升主任检察官那今天当然让人看得蛮难过的，就是彭振声的太太谢夏乔今天是告别式了那他们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看了我都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我即将远行，行囊满是祝福有一个诗句整个诗句写的都让人家觉得很感慨那另外呢，黄国昌也对柯文哲也挺不乐观了，就反正他就要关，你就把他关起来了，不会放的啦另外呢，陈佩琪说你们这些人跟柯文哲有仇，到时候你们可能未来也可能需要到叶克膜，要做心脏开刀了等等都不一定都想到那个是他引进的，他当时从事这个研究等等讲这也没用了林俊彦这个检察官说有机会升主任检察官，所以陈志航碰着他能够公平办案吗？就想升官能公平办案吗？那现在民众党显然是都不认同了认为不公平了那今天呢，台湾民意基金会另外一个调查了。因为立法院蓝白有通过一个法庭要直播嘛，除了有秘密等等，
直播。那到底赞不赞成？赞成有66.4%，不赞成只有24.9%，就表示社会呢已经变成共识，就说希望看到法院直播，不要有法官、检察官能垄断这个审判的结果。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担心这次延押庭的结果不如预期呢？柯文哲妻子陈佩琪一早就到北院准备旁听金华城案，因为15号这天对柯文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就是即将再度迎战延押庭，在囚车抵达时，支持者聚集在北院周遭，高喊口号。这回合议庭审理是否继续羁押的对象，还包括应小薇、李文宗、沈庆金。不过日前获得交保的沈庆金仍没有任何动作，似乎还在为了找2亿元人保卡关当中。我个人猜测来讲说，我觉得包括邵秀佩先前，他根据他的专业在庭上做出了他认为金华城案整体来讲是没有任何的违法，是完全合法。包括很多的公务员都这样证称之后，收到了检方告诉邵秀佩说，我要重新衡量对你的刑责的时候，我觉得对整体的公务员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金华城案在一审审理阶段最多可延押6次，每次2个月，加上最一开始的3个月，累计最长可达15个月。若柯文哲又被延押，就得再被押到10月份。而就在关键这一天，同时也是被告彭振声妻子的告别式。因为我等一下马上现在就要南下去参加告别式，所以我今天早上只能够听到目前这样的阶段。那参加完告别式了以后，我下午我会赶回来，来希望听主席的延押庭。陈佩琪也一起南下参加告别式，已经被关押300多天的柯文哲，能不能再次从看守所离开，就看下午的大斗法。来，我看。现在目前3个观察点，第一个就到底柯文哲要被押到什么时候？因为民众党的人确实讲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你既然都已经起诉了，那橘子不回来，难道要一直压下去吗？所以当然第二个点就是橘子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回到台湾，把外界对他的一些不要讲质疑的，就是一些问题解释清楚，清清白白没有什么事。那你说护照都被取消了不回来，确实也会让大家觉得奇怪的。第三个就是彭振声。那彭振声前副市长，他下一次出庭的时候，他会做怎样的陈述，是大家关注的。那我补充一下刚前面所讲到的赖清德总统，其实我们刚广告期间在讲，没错，旁边应该有一个秘书长，或者是非常贴身，而且对，因为很简单这个大将不着大袍不兜，你怎么会去跟乡民或者是跟这个灾民去争说你的手机到底有没有讯号？我今天如果医生跟他医生，我一直觉得头很痛你除了帮他做检查之外，立体盖嘴没错啊。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跟远传，其实如果台湾的记者常常跑台风，你就知道，你到山区去，不要讲台风来或者机台坏掉，到山区去，中华电信本来就是讯号比较好。所以当灾民告诉你，我刚刚在看那个过程，我很难想象你去争这个干什么，因为那个穿蓝色衣服的那位灾民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西大人，有当时被跨医生生命，你只要基地台来，他还讲说1天3-4个小时就好，就是叫你出动那个行动基地台嘛。我们不要讲什么开个演唱会，就这一位对。你开个演唱会，跟大家手机没讯号，你就行动机台来，你就跟他讲随班，那就好了。讲完了，还讲说过文的有干什么？这个其实都是多余的啦。爱整啦，来，这个梦华。我想到这个阶段就是民众党还在讲说检察官押人取供也蛮奇怪的。我们知道，因为检察官起诉书其实都送出去了，代表说他们已经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还有证词构成犯罪。那现在其实延押的理由是要防范串证。那其实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民众党还有小草呢，希望柯文哲赶快放出来，就跟伟汉哥讲的，赶快叫橘子回来面对。那没有民众党的民众敢说。那我觉得说，现在如果柯文哲出来，会最担心的是谁？不是我们民进党，是黄国昌。我们可以知道，目前呢，整个民众党已经是黄国昌的形状了。所以，如果现在柯文哲出来了，那黄国昌那2个要听谁的？我们知道这2个意见不一样。普发现金上面，柯文哲就是反对，黄国昌呢却是赞同的。这样子，民众党后来大乱，是民众党自己需要去思考的。来，老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叫做歹戏拖棚，歹戏拖棚。但金华城案，我认为歹戏还刚刚开始，只是序曲而已。整个案子恐怕要拖非常非常的久。但是我觉得司法，不管是检调或者法院，都把它办烂了。但是说办烂了是社会一般的看法，我不同意。我大案拖长没关系，最后到底你检调办得好不好？法院办得好不好？看结果嘛，看结果合不合理。现在下结论都有情绪，
都有私利，都有自己照顾自己的立场。没问题。就检察官申请延押理由真的非常奇怪，有一个是说，因为柯文哲他个人名义经营的脸书天天贴文试图勾串啊，不知道这柯文哲脸书不是他本人贴的好不好？应该是他们民众党人贴的，这个也可以算在延押的理由。然后我特别去看，因为我非常关注那个有台中丰原五口被诈骗，后来这个走上轻生那个案子嘛，现在检察官终于说要声押了，终于要声押，隔了几天，隔了10几天，当时15万交保， 10几天都不怕那个证人勾串，这不可以吗？可以啊。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大家对柯文哲这个案子哦，心知肚明啊，它就是一个案子。金华城本案是有这个案，可是呢，柯文哲的不当延押呢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不当延押呢，他不可能在726大罢免之前放出来嘛啊！我觉得民众党也心知肚明。这个我觉得去年12月26起诉以后就应该要交保了啦。刚刚这个梦话说，这个现在检方没有押人取供的这个问题，哦，那说检方是怕继续押，是怕他们串供，怕吗？现在每一个证人来的时候都讲的跟当时不一样。